我起舞谢完兽人时意外昏迷，再醒来已是100年后，一切翻转，兽人掌权，而纯人类娇弱稀缺，黑市上拍出天价。我被绑在竞拍台上，往下望去，当年我玩过的那些兽人都还活着。随着高昂的起拍价被唱响，500万星币起拍，混乱的思绪慢慢凝滞。我穿着轻薄的纱裙，被绑在了空荡的竞拍台上，一道白光从顶上射下，把我这个稀有的商品完全的照亮展示。竞拍台下黑压压的，一眼扫去各类兽耳遍布台下。我刚从冰仓里醒来，就被绑到了黑市。通过他们路上的对话，我才知道我原来已经被冰冻了100年。可恶，我的记忆还停留在我拍卖玩弄兽人的时候，结果现在被拍卖的变成我了，甚至有摄像头对准我，把我的表情放大投到身后的大屏幕上。拍卖员笑着解说，这位小姐是大暴乱前南家的2小姐，一直沉睡至今，美貌依旧，是当今稀罕至极的纯人类。下面一阵喧哗，我没什么神情，让我意外的是，几张阴影下朦胧却深深刻在我脑海的面容。科技发达，加上研究院进行的各种基因工程，兽人和纯人类普遍都活得长，但是被我欺负还狠狠玩弄过的大可不必活那么长啊，万一他们要报复我咋办？想到这儿，我垂下眼帘，昏睡前的记忆如潮水袭来，仿佛还在昨日。我毫不客气地捏住少年的虎耳，他因吃痛全身蜷缩起来，尾巴也炸了毛。取悦我？不会吗？我笑盈盈地凑近他，手下的力气却在加重。南之旭站在我身后，面容平静，已经见怪不怪。他轻描淡写，眉眼利剑的，我让人剁了就好，您何必生气？少年被这话吓得一哆嗦，他漂亮修长的颈脖往下到锁骨都布满了鞭痕，可怜至极。半晌后，少年俯下身，唇颤着亲吻我的小腿，我满意的勾唇，你比那条狼乖多了。说完，我侧头，我听说最近又送来了几条蛇，你跟拍卖方打听下。南之旭低廉，声音里没有透露出任何情绪。蛇人凶狠狡诈，怕是会伤到您。我笑得张狂，指尖挑起他下巴。哦，那你怎么乖乖的在我身边呢？南之旭不吭声，我收敛笑容，收回手摸了摸少年的头，不咸不淡，别忤逆我。竞拍正式开始，回忆戛然而止。南之旭坐在下面，平静地与我对望，他面上毫无波澜，指尖轻扣着椅把，仿佛我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他气质卓越，衣着金贵，手边是象征权力的蛇杖。哎，当年把他当仆人久了，都忘了他在蛇族高贵的血统。我转了视线，还瞧见了那只养不熟的狼和阳奉因为惯会撒谎的狐狸。已经有兽人举起竞价牌，牌子接连举起，竞价声也是一声接一声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，已经被叫到1000万星币了。完全没有被拍卖的人就是我的自觉。我甚至还有些唏嘘，不知道100年过去有没有通货膨胀，如果还是100年前的物价，哎，我当年拍下那狼也只花了200万星币，果然稀少的就是贵。我听着还没停止的竞价，百无聊赖的抬眼看天花板，被光刺的闭上眼睛。2000万，熟悉的声音。我猛地睁眼看向出声的方向，果不其然，那双带着寒意的灰眸正直勾勾地盯住我。我咽了下口水，录制那死狼。我腿有点软了，他的声音一响，其他竞价声音都停滞了。南之旭偏头看向陆志，后者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我身上。陆志唇角微勾，眉间冷意非常。不是吧，别这么搞，这死狼100%是要报复我。我当年拍下他，他特别犟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天天磨他欺他。陆志每次见到我那双灰眸运着的狠力都快溢出来，让我特不爽。后来我索性就拿块领带绑住他的眼睛，眼不见为净，然后再对他上下其手。没有人再竞价了，我成功被陆志拍下，我被带下去，换了一身新的薄裙。来来往往的兽人很频繁，他们也都向我投来探究的目光。这就是那个纯人类，被狼族的那位拍下了，那他完了，真可怜，他可是100年前的南家人，多可恶，你还同情他？我听着，直到身前打下一片阴影。我抬头，男人居高临下，声音冷淡，我记得是陆志拍下了我。我弯唇身子往前倾，你怎么不拍我啊？我一直在等你叫价。南之旭修长的手指抵住我的脖子，指住我靠近他的趋势。他唇角没有弧度，却气场强大。你还活着？他语气情绪不明。我默了下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第一眼的瞬间，看到一抹银色，我冷不丁道：你有未婚妻了。南之旭右手中指处的银戒分外显眼，说谁道。女人穿着漂亮的针织裙走来，她中指也带着银戒，站得离南之旭有些距离。她有些讶异地看我，这不是陆先生拍下来的宠物吗？我真是100年河东，100年河西。100年前我把他们当宠物，100年后我被他们当宠物。纯人类长得果然很漂亮呢。女人笑起来，她没有兽耳，约莫和南之旭一样都是蛇族，不过买回来倒是拉低了她的身份。女人妆容很浓，明明我不认识她，我却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越来越近的沉重步伐，又听到了我的名字，南一。这样熟悉的冷漠的语气，和印象里南一，你会遭报应的，滚开，别碰我，重叠了起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陆志身材高大，肩宽腰窄，但神色中蕴含戾气。陆先生，女人柔声道，身份尊贵者最好离这些肮脏的纯人类远些。我挑眉跟他对视，女人顶着我的目光，一字一顿，这些纯人类惯会勾引人。我内心无语，我勾引谁了？到底是谁一醒来就被莫名其妙的拍卖？陆志嗤笑，是吗？说着，他掌心落在我脑袋处，再往下移，指腹摩挲着我的后颈。我当初怎么对他的，他现在就怎么对我。死狼，真把我当宠物了。女人敛起轻蔑的视线，她盯着
了陆之片刻，终于转头轻声道：“知序，我们就不打扰陆先生了，走吧。”南知序没有言语，他看着陆之与我肌肤接触的掌心，深绿色的眸子平静无波，半晌毫不留情地离开。女人追着他的步伐走了，我留在原地注视着他的背影。陆之毫不留情地掰过我的脸颊，疼得我倒吸了口气。该算账了，他说，当年还略带着少年气的坚韧不拔、誓死不屈的小狼，已经成熟俊朗许多，也更让人有压迫感。他把我抵到墙上，牢牢地桎梏住我，手指落在我腰上的肌肤，我瑟缩了下，他即刻紧紧攥住我的腰，我骂出声：“死狼！”陆之轻喝，手下戾气加重：“你真是看不清自己的处境。”他扯了扯唇：“大小姐，现在该你喊我主人了。”大小姐和主人都是我之前逼他喊我的称呼。我脸色难看，住他的手，却无济于事。纯人类和兽人力量向来悬殊，下一秒，他侧头径直咬住我的侧颈，狼牙极其锋利，我痛得发昏。我费力推搡他时，原先被南之序未婚妻关上的门，此刻被敲响。陆之抬头，原先的灰眸已然血红无比。休息室内空气停滞，过了会，血色褪去，又恢复了正常的带着凉凉寒意的灰眸。他长腿迈出去，打开门，最前面的兽人先是朝他俯身，直起腰来后说：“有不法分子在这间休息室里装了摄像头，连接了星网的直播系统。”陆之脸色彻底冷了下来，我却和门外兽人身后的少年对视上。少年眨了眨眼，黑发上白茸茸的虎耳微微动着，虎耳中心的肉粉色可爱的紧，狐狸一族向来显年轻，100年了外貌仍旧如我跟他初见的时候。兽人立刻偏过身向陆之介绍：“这位是狐族少主，他说想来见见您拍下的纯人类。”陆之跟少年四目相对，少年扬起无辜的笑容：“我又是与他有过几面之缘，不如把他借我几日。”我差点喷了，咱俩那种关系被你说成几面之缘，忘了这死狐狸就是会装。我轻咳一声，使劲给陆之使眼色。狐族本就狡黠魔人，饶丘更是蔫坏的类型，我要真被借走，怎么被玩死都不知道。当年我把饶丘从黑市带回去，没多少天，亲眼看见他杀死了南家的一个兽仆，他的脚下是血泊，起码陆之要弄死我，也是正大光明的弄死我。饶丘唇角轻扬，看上去人畜无害。南小姐，你是眼睛抽筋了吗？我面无表情。陆之下颚紧绷，就在我以为他肯定会拒绝的时候，他道：“按分钟付租金。”我饶丘笑得从容，也答应得爽快。好啊！我怒地拽紧陆之衣角，咬牙小声：“你要是敢！”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饶丘冰凉的手已经握住我的手腕，冰得我一哆嗦。饶丘面容纯净清正，好看到没有一丝侵略性，可他就这么带着笑看我，让我莫名感到毛骨悚然。我咽了口水，生平第一次相信了风水轮流转的说法。我在心底叹口气，刚想认命，就听陆之扯唇，语气冷硬：“我反悔了，放手。”什么啊？你不是很恨他？你知道我折磨人的手段？饶丘没松手，反而握得更紧，他仿佛在说很平常的事，嗓音清亮轻松。一旁的兽人显然也没想到会是这种发展，一时间惊在原地。我若无其事地举起另一只手，等等，我想上厕所。陆之、饶丘，一旁兽人，那兽人低手：“先生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吧，他们还在紧急调控摄像头。”哦，我都忘了还有摄像头这一茬。陆之深吸一口气，抬了抬手指，门口的兽人转身吩咐下去，便有女兽人上前为我带路。我从厕所往外瞄，金碧辉煌，一对接着一对的兽人在巡逻，断绝了我从厕所逃跑的可能性。不是吧？我作威作福了那么多年，结果就因为一场昏睡，醒来就这么栽了。而且我还不知道我昏睡的这100年都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纯人类会这么稀少？我嘀咕着，转身后直直地对上一张脸，吓得我瞪大眼睛，嘴巴被捂住。是南之序的那位未婚妻，她勾唇。我说：“为什么陆之竟然会拍下你？原来你就是当年把他们视作玩物的女人啊！”我推住她肩膀挣脱开来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新网上热搜，大家已经把你的身份搜集公开出来了。”她笑得温温柔柔，我却嗅到一丝不一样的气息。休息室的摄像头是你装的？我皱眉，是又怎么样？温柔骤然消失，她冷笑，眸中是毫不掩饰的潮意。你是想逃跑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后退一步，我为什么相信你？我不想让一个低贱的，还是残暴至极的南家人靠近陆之。他语气轻柔婉转，我飞速在心里盘算，不跑肯定要被他们折磨，好的话或许还有一丝生机。他递给我一张地图，陆之他们还在贵宾室，我想办法让巡逻停止5到10分钟。口哨声起，你根据画出的路线走。看来他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接过地图，咱们熟吗？谁信你？我在心里冷哼。下一秒，女人笑容敛了几分，语气带着几分命令和不容置疑，别乱跑。她最后这个语气还真有点像熟人。女人踩着高跟鞋转身就走，我低头看着地图，路线画得很详细。我摸了摸它，纸质很好。我利落的撕掉，随着遥远空灵的口哨声起，我走出去，果然没了巡逻。凭借着记忆，我熟练地往暗口摸。在这黑市，我可是老熟人，既然有机会给我，那么逃出去就不在话下。至于那女人给的路线，我可不相信她。谁知道她给的地图的终点通向哪里？途经一个角落，不知道谁 play 时遗落了2只玩具兔耳朵，我捡起来戴上。扮作兽人后，应该比纯人类安全
得多，暗口必须得经过贵宾室。我放轻脚步，听到饶秋的声音轻飘飘的传来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的，给我吓得差点脚滑。死狐狸，死狐狸，真记仇。陆志语气冷然，那也该我亲自来。他的声音突然顿住，我心下一惊，狼人的听觉极好，他该不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？我的脚步放得更缓更慢，幸好贵宾室内也没什么动静，我顺利的到达暗口。知道暗口的人很少，暗口连接一个地下通道，直通外城。我内心狂喜，跟我玩还嫩了点。我100年前能玩你们，100年后照样能把你们玩得团团转。我飞速的弯腰钻进暗口，往地下通道小跑。暗道很长，每隔几米墙壁上会挂着暖黄色的灯。我加紧步伐，有一群兽人拦在前方，我急忙刹住脚步，立刻转身往反方向跑。原路返回还来得及吗？后路也被堵上了，前后夹击。我捏紧衣角往后退，肩膀却抵到硬邦邦的男人的胸膛，熟悉的松木味，南之旭。我连头都不用回就知道是他。我咬紧牙关，他自己后退了一步，松木香淡了下来。前方，陆志和饶秋相继从把我围住的兽人群中走出来。都是老熟人，没必要吧？南之旭低沉磁性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，兔耳朵很可爱。其他兽人的目光也移到我头顶。饶秋噗的笑了一声，我飞快地把脑袋上戴着的假兔耳朵取下来。饶秋眨了下眼，就是老熟人才有必要啊，笑得真瘆人，最讨厌这种白切黑了。饶秋就是看上去白白净净，实际上心黑手黑。我叛逆心骤起，饶秋，早知道有今天，我当年就该把你弄死。说完我停了停，转向陆志，你也是。我没转头，冷笑，南之旭，你也一样，怎么我刚来就这么血腥？女声从身后响起，我立刻回头看过去，不用想，因为我没有按照他给的路线走，他临时反水了。女人站在南之旭身边，笑容璀璨，她两指夹着褶皱的袖口拉平，姿容优雅。这个动作，我的眼皮跳了一下。我开口，你叫什么？女人微笑，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我也微笑，我的脑残傻缺姐姐，南家的大小姐，永远压我一头的女人。南玉清，女人神色没有变化，我自顾自道，虽然你们长得只有3分像，但是你比她看起来顺眼一点。也只有一点点。女人轻喝，没教养。陆志眉间腾生出不耐，把她给我。饶秋抱住手臂，颇有看戏的意味。女人看了南之旭一眼，我的未婚夫好像不太愿意。我点点头，我也不太愿意。女人，南之旭，陆志，饶秋。陆志长腿前伸，大步走过来，直接拦腰箍住把我抱起。我挣扎起来。陆志摁住我的手，他低声开口，语气微冷，但呼出扑到我侧脸的气却是热的。你跟不了南之旭走，我把你给那狐狸。我停下挣扎，蔫了。他大步带我离开，没有被拦，畅通无阻，很顺利的被陆志带走。我绝望了，坐在车里，我自暴自弃，能不能让我选个体面的死法？陆志沉默不语，过了好半天，他由不得你。我试图讲理，我好歹是你2000万星币拍回来的，要不留我时间长一点呢？好歹个物尽其用啊！陆志轻飘飘的看向我，嗓音磁性低沉，你想让我怎么物尽其用？算了，我继续生无可恋。其实我欺负你欺负的挺轻的，对吧？跟其他人类相比，陆志不搭理我，他看着窗外，睫毛密长，侧脸棱角分明，他长得是越来越好看了。别说，我当年眼光还真挺好，不过这不妨碍我琢磨着逃跑的方法。主要我现在对外面的一切情况都不熟。我灵光一闪，南家有个秘密基地，其实我并不是南家正统血脉，甚至我压根没流着南家血，连私生女都不算，只有南玉清是确确实实的大小姐。很多南家的秘闻秘事我都不知晓，但南家的一位长老很喜欢我，他曾口头告诉了我一个地址，沧桑又目光悲戚，受人积怨已久，只怕不久就会灾祸四起。若真有那一天，你就去这个地方，或许还有一个安身之所。对于这番话，我虽没放在心上，但由于对长老的几分尊敬，我还是记住了地址。要不我去那个秘密基地碰碰运气。我摸着下巴思虑时，一部手机扔到了我面前，我拿起手机打量，有些鄙夷，比起100年前也就薄了点，怎么科技进步这么慢？陆志不搭理我的问题，他腻我，你看看新网热搜。我瞅了他眼，打开新网，热搜第一，南家二小姐到底是谁？这是什么鬼热搜？我草草翻过，大致明白了，除了我，其他兽人都隐身了。有关黑市，陆志等兽人都没有，也不能放到明面说。热搜第一的视频，陆志脸部被打了马赛克，只剩我的脸。下面评论，纯人类好娇好漂亮，贴贴，神经啊！楼上没看他身份都被扒出来了，南家，他姓南，他能是啥好人？楼上果然是兔子，就是恋爱脑，他早年把那几位全玩了个遍，嚣张得很，坐等他的结局撸。能不能别刻板印象？不是所有兔子都恋爱脑好吧？不过那蛇那位不也姓南吗？他是兽人啊，又不是人类，这不都是常识了吗？南家的仆人都得跟他们姓南，霸道死了。我看得内心烦躁，把手机扔回给陆志。我不是好人，你不最清楚，还要再向我证明一遍我不是好人，不对人说不了话。陆志捏住我下巴，欺身压过来，灰眸映着我的身影。我和他四目相对，最后以我移开视线作为结束。裙子很薄，我有些冷，打了个哆嗦。陆志脱下他的外套在一旁，他侧头看窗外。半天后，我慢吞吞地拎起外套穿上，总算暖和了一点。车开到了一座别墅。
束，陆志把我关到一间特别逼仄的房间里，真难想象。我坐在1.2米的床上，出口吐槽，这么大一别墅，还有这么小的房间。陆志修长的手指解开衬衫衣扣，手背青筋分明，衬衫下露出了当年我朝思暮想的腹肌。死狼，以前死活不露，现在我没心情看了。我阴阳怪气，马上送我上路了，先给我饱饱眼福。既然都这样了，就再让我摸摸呗，怪得很。虽然脑子没感觉了，但眼睛和手都控制不住，痒痒的。陆志顿了下，难不成真有戏？我聚精会神地等待他的下一步动作。结果他眉头轻敛，接了个电话，走了，走得毫不拖泥带水，只留我在这小房间里。我真能让他关注。我身手敏捷地打开窗户，从2层往下爬，什么裙子啊，都束缚不了我。一路上没有吓人，不过我也不觉得奇怪。陆志不喜欢人多，就是草过于锋利，在我跑的时候划破了我的小腿，顾不及疼痛，我全力往外跑。这一片都是富人区，我费尽心思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小巷，正准备先把伤口包扎一下再做打算，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饶秋。他一句废话也没有，手起刀落，那兽人胸膛蹦出的鲜血在他的手下炸开了花。先前他面上的所有笑意与假扮出来的和顺不复存在，白皙的脸颊与浓郁的血交印，漆黑的眼眸如墨水一般狡诈无情恶劣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他另一只没沾上血的手从没了呼吸的兽人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，约莫是秘密资料什么的。他手指顿住，抬眼，我立即收回视线，低头看地，紧紧躲在角落里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。怎么没声音了？下一秒，冰凉的指尖划过我的侧脖，我哆嗦了下。他没有开口，气氛寂静到窒息。我僵硬着，小腿的疼痛却愈发明显，血腥味蔓延。我小腿的伤口破裂，黏腻的血液从伤口涌出，顺着小腿往下流。饶秋瞳孔骤然一缩，打破僵局，你受伤了。我想问他是不是没长鼻子和眼睛，又想起他在黑市对陆志说的话，我无语。你不是要让我生不如死吗？我受伤了，你不满意，还想让我伤得更重点。饶秋抿紧唇，蹲下身来查看我的伤口。我垂着眼帘看他，一如100年前，他露着修长的颈脖被黑市的人压着跪在我面前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我及时止住了思绪，再回过神，饶秋已经重新包扎好了我腿部的伤口。你怎么随身带纱布和碘伏？我问。他轻飘飘一句，伤受多了就习惯了。饶秋又往我外套口袋里塞了一小卷纱布，不多时便有兽人来接他。饶秋直接拽着我的手腕，带我坐上后座，一段操作行云流水。我刚缓过神来，就目瞪口呆地看着隔板缓缓升起。饶秋脑袋靠在窗户上，斜斜地望向我，神色颇有伤感的意味。这么多年，你想过我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我昏睡了100年。哦，他语结轻颤。我从口袋里摸出纸巾递给他，你先把右手的血擦擦吧，看着怪瘆人的。他满不在乎，都干了，但他还是接过纸巾，指尖在我手心挠了一下，刚刚巷子里的狠辣已然消去。他此刻眉目如画，脸颊的酒窝明显，模样标致的泪。100年前作威作福的感觉在我心头占了上风。我盯他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你之前跟陆志说要让我生不如死。他弯唇，笑容真挚，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虚假。他说我肯定不会那样的。我说着玩的，很久以前，我便宜姐姐南玉清犀利评价，饶秋这种狐狸会伏低做小，降低你的警惕，最后一击毙命达成他的目的。当时不觉得，现在我深以为然。外表是纯白无瑕的，但瓤是黑的透透的，所以我没有相信他的话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回家？这怎么行？我刚从陆之那跑出来，又要到饶秋那。我皱眉，饶秋指尖戳在我的下唇，毛茸茸的耳朵微微泛成粉色，他笑容可掬。我要是把你放走，你会被外面那些兽人撕碎的，你不会吗？我反问。我话音落下，气氛安静，我还想出言讽刺他，又想到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遂闭上了嘴。你想说什么？饶秋嘴角的弧度消失，眸中的笑意也消散，一双漆黑的眼睛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摇摇头，还是安静。就在我打算开口缓和一下气氛，以免他一不开心把我刀了的时候，我落入一个怀抱。我没有动，是他自己靠了过来。他低低的叹了口气，侧了身，胳膊圈住我的腰。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了。他语气很轻很轻，这倒确实，100年对于我而言只是闭眼在睁眼，但对于没有进入冰仓的人来说，是真真实实的100年。纯人类失权，兽人掌权，日新月异，变化更迭，更何况以年为单位。但我的身体仍然僵硬，还略有些犹疑和古怪。要是放在100年前，我还很嚣张跋扈的那个时候，饶秋这个举动并不奇怪，他讨我欢心的举动数不胜数，但那是迫于我的淫威。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了，难不成是先放松我的警惕，再把我拉入地狱？我震惊，狐狸果然奸诈。我咬牙要推开他时，铃声响起，是饶秋的手机铃。他拿出手机，我瞥过去，录制。饶秋一言不发地把手机关机，继续抱着我。我讨厌你。他说露出真面目了吧？我暗想，所以就在我的身边赎罪吧。他尾音上扬，跟小钩子似的，让我晃了一晃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给我的手腕带上追踪器，还是没有密码取不下来的那种。饶秋唇角微微弯起，浓密的睫毛在下眼睑打下扇形的阴影。窗外的霓虹灯映射在他的脸上，甚至侧脸还有背肩上已经干涸的血迹，眸中晃着星点的笑意，看上去又乖又冷，惊艳到诡谲。小疯子，几辆黑车围堵截停了饶秋的车，我猜是陆志，他真快啊！我靠在椅背上，颇为感慨。其实以前有其他家千金看上你跟我叫嚣要把你
你绑走的时候，我也幻想过帅气的出场，救你于危难之中。饶秋嘴角抽了下，我继续说，从此以后，你甘愿臣服，一心崇拜我，爱慕我，为我做牛做马。你的幻想还挺可爱的。我耸耸肩，没办法，没给我机会。在他们要绑你之前，我先拿钱把他们砸晕了。饶秋似是刚回过神来，原本阴鸷的脸色转晴半分，他眸光闪了闪，犹疑地问：如果我真的被绑架了，你愿意救我？那肯定啊，我笃定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我是你主人，我不救你。饶秋跟羽毛挠人一样的语调平落了下来，直到外面不耐的敲窗，他才侧身推开门，是陆志手下兽人敲的窗。陆志站在不远处，视线绕过饶秋，直直的落在我身上。那些车上下来不少兽人，我们被彻底围困住。陆志明显有备而来，他神色少了以往的冷意，多了懒散。陆志手里把玩着价格不菲的匕首。男一，过来，命令我。我环臂不动。饶秋嘴角挂着不咸不淡的笑，他腿受伤了。陆志眉头敛住，刚上前一步，饶秋指尖立刻飞出毒针，擦过陆志一根发丝，暗器，非常符合饶秋的一种攻击方式呢。他们俩似乎都很讨厌对方，可都没有真正下手，我看在眼里，暗自点头，不过权力相互制衡罢了。我别僵着了，这样吧，我从小就有个很想去的地方，谁送我去那个地方，我送谁。话说出口，我才意识到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已经不是出手阔绰爱用钱砸人的南家二小姐了。我送谁一点空气吧。饶秋、陆志围着我们的兽人，我的要求最终还是被答应了。由于我的坚决，其他兽人撤离，陆志和饶秋三个坐上了一辆车，开了2个多小时，才到达了我印象中的地点——树林入口，一片浓郁。我下了车，拨开其中一边的树叶，露出了红魔锁。我跟你一起。陆志不容置喙道。我摇头，你们进不去。饶秋下意识拽住我的手腕，我身上不是有你装的追踪器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就进去看看，等出来了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我挣开饶秋的锁，上前一步，叮的一声，逢魔识别成功，银色的门打开，我踏入，门以极为迅疾的速度关上。合上的瞬间，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，没想过要杀你。狭长的通道一路有灯亮着，并不阴森，看墙壁应该是采用了什么高科技加固加厚，科技感十足。走了几分钟，距离我10米处，一个女人背着我，似乎是在卸妆。我眯了眯眼，她听到动静转过身，正好卸完了妆。她跟我的视线交汇，我微笑，好久不见啊，南玉清。哦不，才见的。原本只是觉得南之旭的未婚妻有点眼熟，在看到他那和南玉清一模一样的小动作时，我就明了，现在这大浓妆一卸，他露出原本的面目，正愣从他眼底一闪而过。他冷下脸，唇微张，没大没小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还活着，真让我意。话没说完，一声尖锐的爆炸声从头顶响起，南玉清飞快地扑到我身上，替我挡住了碎片。他的左肩被划出了一道细长又深的剑肉的伤口。他闷哼一声，我睁大眼睛，五味杂陈。你为什么？我是你姐。南玉清长发略显凌乱地披着，神色苍白，依旧凉凉扫了我一眼。我被他的话一堵，本想像以前一样对他，你算我什么姐姐？但他伤口止不住的流血，血腥味愈来愈浓。我闭上了嘴，拿出几个小时前饶秋塞到我口袋的纱布，笨拙的给南玉清的肩膀包扎止血。你出去记得找医生啊。我说。南玉清没有喊一声痛，他只是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前言不搭后语的来了句：你拿酒瓶砸学校里的那些人。我知道原因了。我愣住，脑子转着，终于想起他说的是，那是我昏迷前的事了。我张了张嘴，到底没说出话来。他神色自若，主动为方才遭受的攻击解惑。刚刚一个小型爆炸器跟着你飞进来了。不错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他们忍不住行动了。什么？我皱眉。南玉清随意的靠坐在地上，他睨我一眼，换了个话题。给你地图，非要自作主张换路线。他的视线移到我的腿部，嗤笑，把自己搞得惨兮兮。乖一点，早把你接到这儿来了。你把自己化妆成那样，还用了易容吧？我能认得出你，而且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甘示弱。他啧了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问。南玉清言简意赅：100年前，兽人暴乱，他们谋划了很久。饶秋当年杀的兽仆给你下了毒，当时没有解药，只能尝试冰冻让病毒灭活。现在你体内的病毒已经彻底灭活，可以苏醒，而我需要你做饵，让一切有个了断。他笑，他们的统治该结束了。这一切都是南玉清做的一个局，包括黑市拍卖、休息室的摄像头、热搜，再到给我地图，还有刚刚的小型爆炸器偷袭，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他摸着我给他用纱布绑的蝴蝶结，真丑。他评价。我在他旁边坐下。南玉清轻声，这里藏着当年侥幸存活的人类，当年管家的女儿也在这里，他们就要见到光明了。我眼睛一亮，他勾唇，弧度很浅，但这是我跟他相逢以来他的第一个纯粹的真心的笑。这时南之旭缓步从地道深处走出来，身形颀长，身姿卓越。他不意外地扫了我一眼，语气冷静。还有5分钟。南玉清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小装置，上面有一个红色按钮，
他攥紧这个装置，对南之旭道：“保护好他。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果断地起身，朝着地道深处走去。他肩膀上的纱布渗出大量的血，他却仿佛感受不到疼痛。南之旭似乎以为我跟他一起走，偏了身子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最里面已经被炸出口了。我摇摇头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不会去给他添乱的。轰轰，爆炸声比想象中提前了，外面在疯狂炸这个基地。我下意识地抓紧了南之旭的手，他慢慢地反握住我。别担心，南之旭望着基地的银门，我在，他们不敢伤害你。爆炸声持续了10分钟，门还是被轰开，轰然倒塌。几个陌生的兽人手中拿着武器，模样不善，我心脏紧缩。几秒后，他们却全部都倒下。陆志和饶秋先后走进来，饶秋黑眸锁定我和南之旭的手。咦，现在不是你争风吃醋的时候。陆志瞥了饶秋一眼，镇静地指挥他手下的兽人往地道里冲。我松开抓着南之旭的手，深呼吸几口气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当年用你威胁我，和他合作，这些年他一直在暗中发展势力，他有自己的人和队伍，科技实力雄厚，研发的武器威力大。南之旭淡淡道。陆志道，他们不敢硬碰硬，只有妥协。饶秋接道，我眯眼，不是，你们3个兽人站哪一边？任何一方独大都不是好事，唯有平衡是真理。南之旭拿出创可贴，贴上了我手臂上一个很细小的伤口，连我都不曾注意到。地道里传来遥远的欢呼声，我赶紧往声响处奔跑。地道最深处，许多人类相拥而泣，我被一个柔软的身子扑住。女孩语气激动，二小姐，南陵，南家管家的女儿，我从小到大的玩伴。她指尖颤抖地抱住我的腰，热泪一滴一滴落到我的肩膀。我在这里等了100年，我终于又见到二小姐了。我忍着泪意摸了摸她的头。南玉清站在一旁跟我对视，他嘴角的笑意毫不掩饰。谈判成功，兽人独裁的日子消失，兽人与纯人类将会共存。一旁有人提醒南陵，南陵恋恋不舍地松开手臂。好吧，那二小姐先跟大小姐聊天吧。我朝南玉清走去，在她身边站定，她注视我良久，小指绕住我侧边凌乱的发丝，她唇色依旧苍白，却笑得肆意。我做到了，我会让你仍然是无忧无虑的男一。饶秋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过来，他弯唇，酒窝浅浅，我可以为人类与兽人共存做出表率，与南家二小姐联姻。南之旭平淡地道了一声，神经。他第一次说这类的话，我惊奇地看了他一眼，陆志眯眼，是我拍下了他，他归我。南玉清脸上笑意不见，我好不容易把他养这么大，谁都别想把他拐走。番外一，二小姐，大小姐最近风头可盛，您真不打算争一争继承权？后面那一句南陵放低了声音。我摸着指甲，闻言耸了耸肩，南家这烂摊子，谁接过去谁倒霉。树大招风，南家干的缺德事逐年递增，迟早会遭报应。而且其他人不清楚，我还能不清楚？我一点南家的血缘都没，拿什么跟南玉清地地道道的大小姐争继承权？南陵坚定点头，您说的有道理，二小姐果然有远见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想了想，偏头问，听说最近黑市来了只小狼，帅得一塌糊涂。南陵，我听说过，您感兴趣吗？我拍桌，走，咱们去把它拍了，了解无聊。事实上，哪怕容貌再优越，也没有人愿意花200万的星币拍下一个兽人。除了我，我有钱有闲，还没啥脑子。那狼跪在我面前，狼耳被黑市的人弄伤了，止不住的往下流血。我趾高气扬地踩在那狼的肩膀，给你取个什么名呢？你这副脏兮兮的模样，就叫南。他的目光毫不怯懦，灰眸里寒意弥漫。我叫陆志。我听明白他的意思。我嗤笑，你是我的兽人，还想不姓南？我随便给他取了个名字，但是后面我喊他，他都不理我。最后我沉着脸，陆志，他才堪堪掀起眼皮。死狼，真不听话。我被陆志气得够呛，回到南宅后，在后花园生闷气。南之旭回来后，在后花园找到我。二小姐，我瞥了他眼，面无表情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除了玲玲，就没几个听话的。你是，那死狼也是。其他的兽人怎么都是对自己主人唯命是从？南之旭穿着燕尾服，颇为正式，应该是被父亲喊出去做事了。他走过来，单膝跪在我身前，我不听话吗？我扔掉被我摘下的玫瑰，刚想说话，他连起眉攥住我的手腕。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掌心被玫瑰刺刺出了红痕，这有什么？我满不在乎的想抽回手，抽不回。南之旭力气很大，我的手牢牢地被桎梏在他的掌中，动弹不得。你管这叫听话？我去拿药。他起身，不要。我也起身，往关着陆志的房间走去。我去看看那死狼。那个，我顿了下，你让人送点药给陆志吧。南之旭平淡回答，已经喊人替他包扎过了，他除了耳朵，身上没有伤。我蹙眉，那就多弄点肉给他吃，他肯定没怎么吃饱过饭。说完，我的步子继续。视线不及之处，南之旭停在原地，深绿色的眼眸比绿宝石还要深沉。后花园的红玫瑰环绕着他，他面色看似平静地看着我的背影。陆志不开门，我轻哼一声，拿出备用钥匙，顺顺利利地打开门。刚推门而入，我就被恶狠狠地推到墙上，脊背撞得生疼。我低声骂了句：“放我出去！”
他单手抵住我的脖子，黑暗中血红色的眼眸明显至极。我被迫仰头，呵呵一笑，你做梦吧，200万星币，你还我啊！下一秒，我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价格昂贵、效果极好的麻醉喷雾，对着他脸猛喷。几秒后，他坚持不住地往后退去，最后无力地倒坐在地上。我开了灯，灯光把他略显稚嫩，但仍桀骜优越的面容呈现出来。我不客气地踩在他的腿上往下碾，他闷哼一声：“死狼，你不听话，你主人我多的是法子治你。”他撇过头，我弯腰捏住他的下巴掰回来，叫主人。他咬紧唇，变回了灰眸的他少了些力气，不过仍旧不温顺。你再不理我，我把你扒光了扔大街上。陆志还是不吭声，可白色 T 恤下他起伏的胸膛告诉我，他似乎被我气得不轻。脑海中划过一个点子，我呵呵一笑，手果断地从他的 T 恤下摆伸进，腹肌给主人摸摸不过分吧。他耳根通红，连脖子也染上一层薄红。外面突然传来咒骂和悲鸣声，我还想进一步的手停住，起身拉开窗帘，楼下是隔壁别墅家养的豹子还是老虎。它的耳朵和尾巴已经鲜血淋漓，看不出原先的颜色，只有浮现在它皮肤的纹路，才让我能对它的种族进行粗略的猜测。活不久了，那一家氏族是最喜欢折磨猎杀兽人的氏族之一。事实上，被虐待死在我面前的兽人不计其数，2年前长老的预言没错，迟早有一天会发生大暴乱的。我垂下手，拉上窗帘，跟陆之对视上。你最好听话点。我犹豫了会儿，还是放出狠话，不然那就是你的下场。南玉清打电话问我，你怎么1个星期没去上课？我漫不经心，懒啊，不想上啊。学校里又没好看的兽人。他挂了电话，3分钟出现在了我面前，红裙的尾边随着他步伐摇曳荡起，漂亮的波纹，他皮笑肉不笑。我寒臂靠在沙发上，怎么，你又要像小时候一样打我？我真想抽你。他说，你想着吧。我翻白眼，你没资格管我，好吧？我是你姐。南玉清眯着桃花眸，漂亮到极点的脸染上一丝凉气。我是你爸的初恋，跟其他男人生的，我算你哪门子妹妹？我呛他，小时候就因为我不写作业，他强制摁着我，打我屁股，公报私仇，简直岂有此理，奇耻大辱。南玉清丝毫没被我一番话影响，他似笑非笑，只要你还花南家的钱，就乖乖听话。我涉及钱了，我被压制了。还有，离那些雄性远点。他语气冷然。我沉默片刻，离雄性远点，就是离雌性近点的意思不？离谁近？姐姐你啊。南玉清盯着我的脸颊，他神色突然莫名不自然，骂了我一句神经，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。成功打赢一仗的我心情舒畅，然后我又去找陆之玩了。他的神经和南玉清的神经重叠，我破防了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去养一只乖的来。陆之抬眼，我愤愤道，等着吧，我把你送给其他人，他们的手段你是见过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好了。陆之深灰色的狼耳颤了颤，灰蒙蒙底血色一闪而过。见情况不对，我立刻又掏出麻醉喷雾对着他，你别乱来啊。他缓缓合上眸，我犹疑的一只手举着麻醉喷雾对着他，一只手用指尖戳了戳他，喂，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，我就滚开，别碰我。他哑着嗓子，语气比雪山上的积雪还要冷上好几度。我手僵在原地。南一，他第一次喊我名字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他说完最后一个字，我咬牙摔门而出。我飞速地拉着南之旭去黑市里寻找一个新的宠物。饶秋非常符合我的口味，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兔子或小猫来着，一问竟然是狐狸。狐狸，我大手一挥，也行吧，咱们不能刻板印象，狐狸也不尽是狡猾的。饶秋顺利被我拍下，一开始也挺倔强，经历黑市里南之旭的一通恐吓，总算是乖了。有了录制这个潜力，我也懒得再给这狐狸新取个名字。饶秋这名字也挺好听的。南玉清知道后问我是不是疯了，你身边本来就有一条蛇，再养一只狼，现在又搞来只狐狸，你嫌你命太长？我没搭理他。狐狸向来狡诈，他不过是装作你喜欢的模样，欺骗你。我不信，因为我真蛮喜欢饶秋，他真的很听话，符合我对完美兽人的一切幻想。我勾着饶秋侧边的发丝，亲我，他便乖乖的小心翼翼的将唇贴到我的下颚，一路吻到嘴角，一切都很完美。直到我看见他在后山神色阴鸷地杀死了南宅的一个兽仆，我震惊，不可置信，感觉遭受巨大的欺骗。兽仆胸口涌出的鲜血流满他的脚边，我心跳如肋骨，没再停留，转身跑了。在当时，死了个兽仆并不算大事，但是对南家的兽仆下手，意味着凶手可能就在身边。父亲命令南之旭彻查此事。南之旭翻看了最近的监控，线索都被抹去。南玉清冷笑，查什么？要么南一身边那只狼做的，要么他身边那只狐狸杀的。气氛安静。南玉清看向我，你呢？你要包庇？南之旭视线转了过来，跟我对视，他那双绿眸中的情绪不明。我沉默半晌，嗯了一声。
半小时前我得知那惨死的兽仆经常偷我的首饰拿去当卖，并且外面传播各种谣言。他该死。至于饶秋，他跟我两面派，我还玩不过他了。您今天也要去黑市吗？饶秋黑曜石般的眸子盯着我，我扇了他一巴掌，你没资格管我，滚！他被扇得歪过头，久久没转过来。不是，我扇得有这么重吗？他脸上连一点红印都没，他在装什么？陆志抱臂靠在2楼的墙上往下看，面色冷淡。我抬眸，语气不善，再看把你眼睛挖了。就在这时，南之旭到了，他朝我微微弯腰，车准备好了。我没再看陆志和饶秋，跟着南之旭出去了。没办法，南玉清非要管我上学。他是学生会会长，在学校里叱咤风云，不代表我也喜欢上学啊。一路上，南之旭话不多，我心情不佳，就说了几句。我感觉饶秋腰那边的伤没好透，黑市那群人真恶心。你搞个医生放家里吧，方便给饶秋检查，顺便也给陆志检查检查，别有什么内伤。之前黑市里欺负他俩的人，找出来打几顿。陆志喜欢运动，给他买几套运动装。饶秋风格多变，可以什么样式都给他准备一下。哦，对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别饿着他们了。兽人本来食量就大。说完了，没听到回应。我不满，喂，你听到了没？南之旭语气平和，也没什么明显的情绪。听到了。第一次见到您对雄性这么上心。我挠头，还好吧。你之前刚被父亲买回来的时候，身上也大块小块的伤一大堆，我对你也不差啊。交代完，我略微安心，背着书包上学校。复课第一天，我偷偷喝完酒后，打算把酒瓶带到厕所垃圾桶扔了，听到隔壁一个男的语气不屑，那南玉清天天拽什么？仗着是南家的了不起啊。另一个男的嬉笑，但是你别说，长得真带劲啊，估计私底下都……后面一连串污言秽语，我没听完，抄起酒瓶冲向隔壁男厕所，一人被砸，一人被砸碎的玻璃划。我居高临下微笑，见人就是嘴贱。然后我被光荣的喊家长了。父亲忙，南玉清来了。校长室里，我准备接受南玉清的骂了，结果他直接往沙发一坐，翘着二郎腿，语气懒散，死了吗？没死，我找人再去不几刀，南家赔钱就是了。那俩家长气得脸色涨红，校长也皱眉，这事就是南一有错。南玉清没听校长说完便打断，你能不能先把南家捐的几栋教学楼拆了，再这么硬气的跟我讲话？校长闭嘴。南玉清起身，随便摸了一张银行卡扔在地上，钱足够，少烦。然后他拽着我走了。我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，你居然不骂我？我管得了你？他语气嘲讽。我抿嘴，那你不问我原因？懒得问。他揉了揉眉心，最近事很多，你安稳点。我没说话。回去的路上脚扭了，借机我又不去上学了。南之旭蹲下身来，可能是蛇是冷血动物的缘故，他触到我脚踝的手很凉。医生说这几天最好不要走动。他帮我穿上鞋，动作细致。因为不用上学，我心情好了些，看着他极为惊艳的脸，升起开玩笑的心思，恶劣的挑眉，你真贴心，以后给我做陪嫁好不好？这是一句很不正经且莫名其妙的话，我以为以他的性子，压根不会回应我。结果过了好几分钟，他低低地说了一声好。既然不用上学，陆志和饶秋的坏日子又来了。我手里拿着鞭子，命令饶秋把葡萄剥皮，且里面的籽全挑出来，指使陆志在跑步机上疯狂跑步，帮我刷步数。我笑，饶秋，要是有一点没搞干净，我就把你扒光扔大街上。陆志，要是今天我的步数不是好友圈第一，我先抽你一顿，再把你扒光扔街上。饶秋神色如常的剥皮，陆志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有挥洒的汗水和磁性的喘气声回荡在偌大的别墅中。我极其得意，这时候脑袋却一阵昏沉，怎么回事？彻底晕倒的前一秒，别墅大门敞开，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，门口的那道身影在阳光下模糊不清。番外2，黑市没了，没有纯人类拍卖，也没有兽人拍卖了，这下是真平等了。我崩溃了。南陵无奈，你还是去上学吧，不然大小姐会不高兴的。我愤怒，我100多岁了，我还要去上学？可是现在大家的年龄都平均好几百了呀。我一按爬行，呜呜，还我黑市，我的兽人，呜呜。南陵摸下巴，你喜欢兽人，何不去找陆先生？或者饶？我面无表情，陆志为了报复我，现在让我天天跟他一起跑步。那死狐狸刚还喊我跟他一起吃葡萄，吃个鬼葡萄，甚至还要我天天戴兔耳朵。我直接拒绝好吧。门铃被按响，南陵，那这是，但是拒绝没用。我扶额，饶秋心眼多得很，脸皮也厚得很。我和南陵一同默契地无视了门铃。座机响了，南陵去接听。他应了一声，转头对我说，大小姐说晚上有个宴会，让您跟她一起参加。我完蛋了，那这下躲不了了。饶秋肯定又要发挥他那黑心莲的功能，让我一口气都松不了。陆志多半又要跟他互对上，他俩甚至能一人拽着我一只手。饶秋阴阳陆志，陆志讽刺饶秋。南之旭还好，
每当这个时候，他都会拯救我于水火之中，带我去其他地方透气。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不对。南陵笑眯眯地去帮我挑礼服，他轻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后花园里的花香飘到客厅来，我放松地瘫在沙发上。算了，这日子过得也还行。